当我开始把界限建立好，世界也会以更尊重的方式靠近我。这句话是在我终于不再勉强自己答应所有要求的那一天浮现的。过去的我很怕让人失望，只要有人开口，我几乎都说好；只要有人需要，我几乎都出现。我以为那是善良，以为那是体贴，以为只要我够配合，就能换来理解与珍惜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疲惫，时间被切碎，精力被抽空，心里却积累着说不出口的不满。我开始抱怨别人不体谅，抱怨事情太多，抱怨自己总是被消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是别人越界，而是我从未真正划线。这个觉察让我沉默很久，因为承认自己没有界限，意味着我要为自己的疲惫负责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再责怪谁，我只是问自己，如果我愿意清楚说出界限，会发生什么？第一次说，我现在不方便，心跳得很快。第一次拒绝一个不合理的请求，手心冒汗。我害怕关系变冷，害怕被贴上自私的标签。可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有些人理解，有些人调整，有些人反而更尊重我的时间。当我清楚地表达底线，空气变得清晰。我不再用沉默累积委屈，不再用退让换取短暂的和谐。我开始知道，界限不是墙，而是门。它让真正合适的人进来，也让不合适的互动停在外面。当我把界限建立好，我对自己的尊重提高了。而当我尊重自己，世界也自然跟着调整。别人不再随意安排我的时间，不再轻易忽视我的感受，不再把我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。我才明白，界限不是为了疏离，而是为了清晰。它让我在关系里不再消失，让我在互动中保有完整。现在的我仍然温柔，仍然愿意付出，但我不再用无限退让证明价值。我知道，当我开始把界限建立好，世界也会以更尊重的方式靠近我。因为我已经用行动告诉世界，我值得被尊重。当我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需要，连结也变得真实。第一次坦白说出，我其实希望你多陪我一点，时浮现的。那之前的我很习惯隐藏需要，我怕显得依赖，怕显得脆弱，怕对方觉得我太多。于是我学会自己消化，失落自己吞下，期待自己调整，渴望自己压低。表面上我看起来很独立，内心里却常常孤单。我总希望别人能看懂我的沉默，能读懂我的暗示，能在我不说的时候主动靠近。可当对方没有做到，我又在心里悄悄受伤。那样的循环让我疲惫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明白，连结不是猜测，而是表达。如果我从不说出需要，别人又怎么知道？那一次，我鼓起勇气。我没有指责，没有抱怨，只是平静地说出自己的感受。那一刻，我心跳很快。我害怕被拒绝，害怕被误解，害怕对方觉得麻烦。可当话说出口，我感觉到一种解放。对方没有离开，也没有冷淡，反而更靠近了。我才明白，真实的连结需要真实的声音。当我不再假装什么都不需要，关系变得有温度。当我不再把期待藏在沉默里，互动变得清晰。需要不是负担，而是桥梁。它让彼此知道如何靠近，如何理解，如何给予。当我愿意说出需要，我也同时承认自己的价值。
我不再用冷淡保护自己，不再用逞强掩饰脆弱。我让自己被看见。现在的我依然会紧张，依然会犹豫，但我知道，沉默换来的不是安全，而是距离。当我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需要，连结也变得真实。它不再停留在表面，不再靠猜测维持。它建立在理解上，建立在坦诚上，建立在彼此愿意听见的心上。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靠近，从来不是压抑自己开始，而是诚实的存在。当我愿意拒绝不适合的事物，适合的便开始出现。在我终于对一段明明不快乐，却舍不得离开的状态说不的那一天浮现的。过去的我很害怕拒绝，害怕错过，害怕空白，害怕放手之后什么都没有。于是我习惯将就，将就不够真诚的关系，将就消耗自己的合作，将就让心不舒服的安排。我告诉自己，也许再忍一下就会好，也许再努力一点就会改变。可事实是，每一次勉强都让我离自己更远。那种不对劲的感觉，像细小却持续的刺。我明明知道不适合，却因为害怕失去而停留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终于承认，不适合本身就是答案。拒绝的那一刻并不轻松。我感到空，感到不安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挑剔。可当我真正离开那些不属于我的位置，我突然感到一种清爽。空间出现了，而有了空间，新的东西才有可能进来。那些原本被我忽略的邀请开始清晰，那些更对平的关系慢慢浮现，那些真正欣赏我价值的人开始靠近。我才明白，不是适合的事物太少，而是我一直被不适合占满。拒绝不是失去，而是腾出。当我勇敢说不，我也同时在对真正想要的说是。那份界限让我的能量不再分散。我开始更清楚自己的标准，更清楚自己的渴望，更清楚什么值得投入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遇到选择，但我不再因为害怕空白而停留。我知道，当我愿意拒绝不适合的事物，适合的便开始出现。它们不是突然降临，而是一直在等我腾出位置。而当我为自己清理出空间，生命便自然填满属于我的部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生活看起来很顺，工作配合，关系和气，情绪稳定。但在那些看似平衡的日子里，我却常常在夜里觉得窒息。不是发生了什么剧烈的事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拥挤。我明明有自己的想法，却总是在最后一刻改口。明明想要安静，却总是答应聚会。明明感到疲惫，却还是说自己可以。我把自己缩小，缩小需求，缩小情绪，缩小存在感。久而久之，我连自己真正的声音都听不清了。那种压缩不是外界强加的，而是我主动完成的。我以为这样比较安全，不占空间就不会被讨厌，不表达就不会冲突，不坚持就不会失去。可当我一点一点退让，我也一点一点远离自己。有一天，我在镜子前突然停住。我问自己，如果这样继续活下去，10年后的我会快乐吗？那个问题让我胸口发紧，因为答案很清楚。我开始留意那些让我缩起来的时刻。当有人打断我，我笑着沉默。当我想说不同意见，我选择附和。当我想休息，我却继续撑着。那些看似小小的让步，正在侵蚀我的空间。
于是我做了一件简单却困难的事，我开始把空间拿回来，在会议里说完自己的想法，在邀请面前衡量自己的感受，在需要时明确说出界限。一开始我很不习惯，像是突然站直身体，肩膀还记得弯曲的姿势。我害怕别人不适应，害怕关系改变，害怕自己太过强硬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真正适合我的人会尊重我。那些因为我变清楚而疏远的，也只是原本就不对平的连结。当我停止压缩自己的空间，我开始呼吸得更深。我不再为存在感到愧疚，不再为坚持感到抱歉，不再为需要道歉。我发现，空间不是用来争夺的，而是用来允许的。当我允许自己占有位置，世界也自然为我腾出位置。我说话时更稳，选择时更清晰，拒绝时更笃定。那种改变不是张扬，而是回归，回到我本来的形状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想退缩的时候，但我会提醒自己，不必再把自己折叠。因为当我停止压缩自己的空间，我才活得像自己。不是为了符合谁的期待，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，我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完整的展开。有些关系表面上平稳，内里却暗暗失衡。你为对方调整情绪，为对方预留时间，为对方改变节奏，却很少问过自己，这样的付出是否也被看见？我曾经在关系里活得很用力，我努力理解，努力体贴，努力成为那个不麻烦的人。只要气氛有一点不对，我就先检讨；只要对方沉默，我就开始反省；只要距离拉开，我就主动靠近。我把稳定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，久而久之，我的情绪开始被牵动。对方的一句话决定我的一整天，对方的一个表情左右我的自我价值。我没有意识到，我正在把力量交出去。那不是爱，那是一种失去重心的依附。直到某一次，我突然感到极度疲惫。我发现，我已经忘记什么是自己的节奏。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这段关系里，我不再主动修补，不再主动迎合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问题让我心里一震，因为我害怕答案，害怕对方离开，害怕被认为冷淡，害怕失去那份连结。可我更害怕继续这样失去自己。于是我慢慢退回自己的位置。当情绪升起，我先处理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急着解释。当冲突出现，我表达立场，而不是立刻让步。当对方沉默，我不再自动填补空白。那种改变很细微，却很关键。我没有变得冷漠，我只是把力量收回。收回过度解读的习惯，收回过度付出的冲动，收回那份把对方情绪当成自己责任的模式。一开始，我真的感到不安，因为不再过度给予，让我以为自己变得自私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真正的平衡正在形成。当我不再失衡，对方也开始调整。当我不再过度承担，对方开始承担自己的部分。那些无法适应这种平衡的人，自然远离，而留下的是更成熟、更稳定的互动。我终于明白，关系里的力量不是靠抓住，而是靠站稳。当我愿意从关系中取回力量，我便不再失衡。我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不再用付出换安全感，不再用退让换存在感。我站在自己的中心，那个位置
让我既能靠近，也能保有自己。爱不再是消耗，连结不再是压力。而我终于知道，真正的亲密不是失去力量，而是带着完整的自己走进关系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生活很满，讯息不断跳出，邀约接连出现，待办事项一条接着一条。我以为那代表充实，可越是忙碌，我越是感到混乱。一天结束时，我很累，却说不上来自己真正完成了什么。时间被切碎，注意力被分散，情绪被各种琐事牵动。我把能量给了太多事情，回复不重要的对话，参与不必要的讨论，担心与我无关的评价。我以为这样才算积极，才算投入生活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真正重要的事反而被搁置在角落。那本一直想写的计划，那段需要经营的关系，那份需要沉淀的心，他们安静地等着，而我却把力气消耗在无数微小却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：如果我的能量是有限的，我要把它放在哪里？这个问题让我第一次开始筛选。我不在每个邀约都答应，不在每个讯息都立刻回复，不在每个情绪都放大处理。我开始把能量留给真正重要的部分，给我的健康，给我的核心目标，给那些真心对待我的人。起初，我有一点不安，害怕错过，害怕被误解，害怕显得不够合群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，当我不再分散，世界也变得安静。事情变少了，但质量提高了。对话变少了，但更真诚了。目标变明确了，行动也更聚焦。我开始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清晰。早晨醒来，我知道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夜晚躺下，我知道自己走在对的方向。那种笃定不来自外界的肯定，而是来自内在的对齐。当我开始把能量留给重要的事物，我不再被杂音牵引。我有了界限，有了排序，有了选择。人生不再混沌，不再忙乱，不再被小事淹没。我明白，清晰不是事情变少，而是焦点变准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面对繁杂，但我会问自己，这真的值得我的能量吗？当答案是否定的，我便放下；当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便投入。于是生活开始有轮廓。当我开始把能量留给重要的事物，人生便变得清晰。而在那份清晰里，我终于不再迷失在无数选项中，而是稳稳地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